去维修一台显示一个 R25故障的油冷机，客户还描述说，大概1个月之前叫上任师傅给他加注过制冷剂，也更换过油泵的泵头。那跟大家一起去把这个故障点找出来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。来到了设备的现场，那直接就分享给大家这个维修思路吧。其实这个故障点我已经找出来了。你咋知道啊？客户描述这台机器是大概1个月之前的时间找上任师傅加注过制冷剂，也更换过油泵的泵头，但是到了这2天就出现了 AL5 的故障，不制冷。那这个维修思路呢比较清晰，还是得从上任师傅维修过的地方去找问题。他说给他加注过制冷剂，也更换过泵头，那就检查一下他的泵头。我之前已经检查过了，泵头这个油循环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就检查一下它的制冷剂压力，它运行压力，这压缩机是好的，是可以运行的，运行压力是接近0的，那很明显是制冷剂已经泄漏。想要把它修好，就必须找出漏点，并把它解决。那找漏点的思路呢，肯定得是先从外面的明管开始找起，那也是非常庆幸，除了这些焊接的 U 型弯头、过滤器焊接处都不漏，非常庆幸在这个压缩机的这个接口，这个气液分离瓶跟这个铜管回气的铜管这个地方出现了漏点，涂点洗洁精吧，就是这个地方在冒了。那这个维修思路其实也是有点奇葩，按照它这个故障码 AL5 是说制冷不良但是也对，说制冷不良，压缩机未启动或烧坏，检查压缩机接线是否正常，电容是否烧毁或者过热过载跳开。认真的去分析它这个故障码的描述也是正确的，因为它这里泄露了制冷不良。制冷不良它的意思就是压缩机的电流过小，那它电脑板检测压缩机电流过小，它就保护，或者是因为缺制冷剂导致它这个压缩机高温，它高温上面有个热保护，它就会跳开，所导致它这个检测不到压缩机的运行电流，也就出现这个 AL5 的故障保护代码。好了，这个维修思路就分享这么多，只要故障点把它找出来了，这个活就好干了。我先把它弄好，先拍这么多吧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。